家好，欢迎来到路易斯科技漫聊，我是路易斯。一周前，通用智能体 AI Agent Manus 的公布引发了科技圈的轰动。那到底什么是 AI Agent 呢？简单来说 ，AI Agent 就是一个虚拟的秘书，跟仅提供问答的大语言模型不同，它不仅可以实现跟人的互动，还可以根据你提的任务自主的分析完成你的任务需要哪些步骤，并且会使用相应的工具一步步去执行，最后以合适的形式如报告或网页把结果反馈给用户。以 Manus 的官方 demo 为例，测试人员下达了一个为强化学习工程师岗位筛选申请人简历的任务。Manus 在得到任务之后，自动的调用工具 Zip 将所有人的简历解压缩，然后调用 PDF 工具读取各个申请人的简历，分析每份简历里跟强化学习相关的项目经验。最终 Manus 生成了一份报告，详细的描述了每个申请者的突出优点，并给出了排名。目前 Manus 还处于内测的阶段，它的内测邀请码一度被炒到10个 W 的价格，因此目前大多数人还没有机会使用 Manus。不过几天前 MetaGPT 的成员开源了他们的一个通用智能体项目，并取名叫做 Open Manus。下面呢，我会带大家从代码层面拆解通用智能体 Open Manus 的运行原理，之后再教大家一步步在你电脑上部署它。整个过程完全免费，如果只对本地部署感兴趣，你也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那么就开始吧。在用户启动 Open Manus 之后，可以输入你想要它完成的任务。Open Manus 采用了一个状态机管理 Agent 的状态，启动之后 Agent 会从空闲状态进入运行状态，之后会执行一步 Step 操作。在 Open Manus 中，默认最多允许执行20个 Step。在每个 Step 中 ，Agent 会顺序执行思考和行动2个操作。在执行完每个 Step 后，它会检查 Agent 的状态是否是 Finished， 或者执行的步数是否超过了20。这2个条件之一得到满足，则任务结束。下面我们来看看每个 Step 里面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在那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Agent 里预定义的2个提示词。这对我们接下来理解 Open Manus 的运行原理至关重要。它们分别为下一步提示词和系统提示词。在思考过程中 ，Agent 会把下一步提示词添加到信息 Messages 里面。这里 Messages 你可以理解为跟大语言模型对话的上下文，然后会进行整个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把预定义的提示词和上下文信息 messages 一起通过 ChatGPT 的 API 格式发送给大语言模型。这个过程本质上和我们自己与大语言模型交谈没有差别，只不过这里大语言模型会把回答通过 API 的形式返回给 Open Manus。由于我们的提示词里详细阐述了大语言模型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可以使用的工具，于是在回答中我们通常可以得到2部分的反馈：一、工具的使用；二、回答的内容。下面再回过来看在行动模块里面 Agent 做了什么。可以看到 Agent 依次执行了大语言模型反馈的命令。在命令执行过程中 ，Agent 会从反馈的 command 中获取命令的名称以及参数，然后会以这些参数来调用相应的工具。目前 Open Manus 支持的工具包括执行 Python 代码、进行 Google 搜索、浏览网页、保存文件以及终止运行。在执行到终止运行命令的时候呢，大语言模型认为任务已经完成 ，Agent 则会将状态机切换到 Finish 的状态。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整个流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思考，而思考的本质就是通过结合一定的提示词，把用户的需求发送给大语言模型，让大语言模型来生成最合适的任务解决流程。所以也可以说，你使用的大语言模型的上限就是 Open Manus 的上限。介绍完 Open Manus 的原理，我们下面一起来把它部署到你的本地电脑上。当然，这要求你的电脑至少拥有一张英伟达的显卡，显存至少需要4个 GB。我自己实测，它可以在我的1050 Ti 显卡中顺利跑起来。
第一步，我们要部署大语言模型到本地电脑，这里我选用 Ollama 进行本地部署。首先，我们需要在本地安装 Ollama， 我们来到这个地址，这里根据你的操作系统下载相应的安装包。下载完成之后，点击安装。由于我已经安装过了，就不再重复安装。接下来我们要安装所需要的大语言模型。第一个需要用的是千问 2.5 模型，这里我选用14 bit 的版本，经过测试14 bit 的模型勉强够用。我们打开屏幕上的这个地址，在模型版本中下拉，可以找到14 bit， 然后点击旁边这个按钮拷贝安装命令。之后在我们电脑的搜索栏里面输入 cmd， 打开命令行工具，点击鼠标右键就可以复制粘贴，按回车就可以开始下载了。下载成功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我们可以输入任意一个问题，只要它能正常回复，就说明大语言模型部署成功。当然，除了作为 AI Agent 的驱动之外，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离线版本的 ChatGPT 使用。之后我们还需要下载另一个视觉模型，地址我也放在屏幕上，跟刚才同样的方法下载、安装以及测试。搭建好本地大语言模型之后，我们开始部署 OpenManus。这里假设你的电脑里还没有 Git， 你需要首先安装 Git。我们来到这个网址，点击下载 Windows 安装包，再点击这里下载最新的版本。下载之后，双击安装包就会开始安装。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安装开发环境配置工具 Conda。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址，在这里输入你的个人邮箱，点击提交。几秒钟之后，你的邮箱会收到一封包含下载地址的邮件。点击下载按钮，再点击这里就会开始下载。完成之后，同样双击安装包，依照提示完成安装即可。安装完成之后，建议重启一下电脑，使软件的安装生效。下面我们来配置 OpenManus。我们来到这个 Git 仓库地址，这是我个人 fork 的 OpenManus 代码仓库，这里包含了一些我做好的一些必要改动。我们点击这里绿色的 Code 按钮，拷贝一下这个地址，来到任意一个文件夹，鼠标右键点击。假如这里我们的 Git 正确安装的话，应该可以看到一个 Git Batch Here 的选项，我们点击它，会出现一个命令行工具。在这里我们输入 git clone 加上刚才复制的仓库地址，输入回车，就可以将仓库克隆到本地。然后我们通过 cd 命令切换到仓库文件夹，这里我们先输入这个 conda 命令来创建一个 conda 环境。假如它暂停询问你是或者否，直接输入 y 即可。conda 环境完成之后，我们需要运行这个 conda 命令来激活环境，之后再运行这个 pip 命令安装所需要的依赖。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分钟时间，我们耐心等待。完成后，我们还需要再运行一个命令来安装 Agent 所需要的浏览器。那么到这里，我们的配置就全部完成了。下面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效果。我们需要先运行这个 git 指令来切换到我的工作分支，然后输入这条 Python 指令就可以开启 OpenManus 了。开启成功的话，一个网页会自动打开。这里就是我们可以输入任务的地方。我们先输入第一个任务，我想要去北京旅游3天，请帮我规划旅游行程，并把行程保存在这个目录下面。点击按钮开始创建任务。这里可以看到 OpenManus 思索之后选用了4个工具执行，分别是 Google 搜索、执行 Python 命令、保存文件，然后结束任务。这里可以看到它成功的搜索了网页，找到了不少相关的网址，然后调用 Python 对这些网址进行了分析。这里的输出呢不是特别清楚，估计是使用 Python 生成了行程。之后就是调用文件保存工具保存文件，任务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它做的行程规划。怎么说呢？非常的简单，跟我的预期还是有些出入的。
不过你就说它是不是完成了任务吧。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好吧，这下连任务都没有完成。总体来说呢 ，OpenManus 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听说开发者花了3个小时就搞出来了，所以目前项目还有不少的 bug。在我所经历的 bug 中呢，就有不断重复输出同样的内容，反应半天然后显示超时等等。从代码中也可以看出，它有不少模块还没有开发完成，如处理主设的部分，负责规划的 Planning Agent。此外，它的性能也严重依赖于所使用的大语言模型。我这里使用的是本地千问 2.54B 的模型，显然无法发挥出它全部的性能。同时，项目使用的 API 也是针对 ChatGPT 优化的，所以使用非 ChatGPT 模型有可能导致它无法发挥出该有的性能。有 ChatGPT API 的同学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这个文件来尝试。此外呢，也可以使用 Ollama 上其他带有 Tools 标签的大模型。假如有更好的效果，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是 Louis，我们下期再见。